咁我自己咧都有諗緊啊，不如入翻部 Z8，然之後咧用最新嘅 Nikon 機身配呢一個非常之有傳奇性嘅 Nikon S mount 鏡頭落去玩咧，都冇話唔得嘅。中意睇我嘅頻道，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可以透過 FPS、PayMe、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Hello YouTube 大家好，歡迎收睇 MF101，我係 Anakin。有時有啲嘢咧真係 never say never 嘅。喺啱啱入門嘅時候咧，我曾經試過 Nikon 同埋 Canon 嘅 DSLR 啦。當時嘅我咧係揀咗 Canon 嘅相機嘅，心入邊咧有一段時間好長都喺度諗住，我呢一世咧都應該唔會買 Nikon 噶啦。但係近年發展嘅 Z mount 去到 Z9，啱啱新出嘅 Z8，甚至乎係我上年年尾做嘅一啲 Nikon F mount 嘅影片咧，都有少少推翻以前自己嘅呢一個行為模式啊，好似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又未去到咁嚴重嘅，只係我想同大家講話，有時有啲嘢咧，你估唔到今日唔發生，但可能聽日會發生。就好似今次呢條影片咁樣，我要介紹嘅咧就係台上邊嘅兩支 Nikon 嘅 S mount 50mm 鏡頭。咁佢哋咧分別咧就係 Nikon S mount 嘅 Nikon SC 1:1.4 5cm 同埋 Nikon S 1:1.4 50mm 嘅呢兩支鏡頭咧，都係 Nikon S mount 嘅標準鏡頭。換落而家呢一個時代去睇咧，兩支咧都係叫做 50mm 1.4嚟嘅。咁轉頭啦，就會做一個 close up 少少嘅鏡頭啦，同大家交代翻呢兩支唔同嘅鏡頭背景資料啦。咁喺分享背景資料之前咧，想講下點解我會講呢兩支鏡頭。其實咧係好搞笑嘅。本身咧，大家有睇開我 channel 都知道有一位觀眾咧叫做 Charlie 啦。咁 Charlie 咧由我嘅觀眾變咗做我嘅好朋友啦。由於佢本人咧係一個 Nikon 嘅忠粉啦，當佢買咗 M mount 之後咧，我就不停讀佢話：喂，不如試下買 S mount 嘅鏡頭落去 M mount 嗰度玩啦。咁喺我讀佢嘅過程之下咧，佢就買咗呢一支叫做5cm 嘅 50mm 鏡頭啦。咁呢一支咧其實就係佢嘅，連埋一個 Medio 嘅接環啦。呢一個陣間再詳細講嘅。咁喺我讀佢嘅期間咧，我反而咧就俾佢讀翻我轉頭，令到我自己買咗呢一支後期少少版本嘅 50mm。咁機緣巧合之下咧，佢又有朋友喺日本翻嚟香港，咁佢就順便將呢一支 5cm 咧由日本帶咗過嚟香港俾我度做評測。咁今次大家睇到嘅相咧，分別咧會用呢兩支鏡頭做咗一個 digital 啦，同埋菲林嘅評測嘅。咁呢一個轉頭咧，大家就會喺我用後感嗰度睇到佢哋嘅成品㗎啦。咁但係 so far 嚟講咧，呢兩支鏡頭咧分別都有好強嘅 character，令到我非常之咁中意用佢哋兩支去進行一啲創作同埋拍攝嘅。咁事不宜遲啦，即刻咧就進入呢一個講解鏡頭背景嘅環節啦。好啦，咁左邊呢支咧就係 5cm 舊版啦，大家可以見到佢嘅鏡身咧係短少少嘅。咁而右邊呢一支咧就係新版嘅 50cm 啦。首先啦就拎開咗呢一個 hood 先，大家就更加清晰可以望到支鏡啦，亦都咧拎開埋個接環啦。咁啊，等大家可以咁清晰咁樣去睇下呢兩支鏡頭嗰個大細啦。其實咧就真係非常之的色嘅啫，佢哋。好啦，先講咗呢一支 5cm 先啦。1950年咧，Nikon S mount 嘅鏡頭嚟嘅。咁由50年一直推出啦，去到62年咧，都係用緊呢一個版本嘅鏡頭嘅。咁佢有一個 C 字啦，大家見到個紅色嘅 C 字，代表佢係一支 coated 嘅鏡頭啦。咁一直去到1957年之後咧，Nikon 就統一晒所有佢哋嘅鏡頭咧都有 coating 咧，就冇咗呢一個 C 字㗎啦。咁大家見到有個 C 字嘅話咧，就代表呢一支鏡頭咧係一支 kind of 前期少少嘅設計嚟嘅。咁鏡片方面啊，佢係用7片3組嘅設計啦。鏡片嘅排序咧，其實就係同呢一個蔡司嘅 Sona 咧係非常之接近嘅。呢支鏡頭本身咧係冇任何對焦嘅 mechanism 嘅，佢只係一支齋鏡嘅啫。咁如果要對焦嘅話咧，就要靠當時嘅 Nikon 機身啦，甚至乎係接環咧去進行一啲
對焦嘅。最近對焦距離啦，配合 S mount 嘅機身啦，又或者 S mount 去 M mount 嘅接環咧，係可以做到0.9米嘅。Filter thread 方面咧，係用43mm 嘅 filter thread， 咁佢嘅光圈咧就有1.4去到16啦，光圈葉咧就有12片，非常之圓潤嘅，可以做到一個唔錯嘅散景同埋唔錯嘅虛化嘅。咁呢一支鏡頭嘅產量咧，大約有10萬支左右啦。咁佢嗰個重量啦，淨鏡咧就只係142.7 gram 咁多嘅啫。嗱，咁我哋咧就上翻呢一個 adapter 俾大家睇下先。另外咧就配埋呢一個 filter 同埋遮光罩。咁呢個遮光罩咧都係專用嘅遮光罩嚟嘅。而非常之貼心地啦，呢一個遮光罩咧係可以倒轉嚟吸嘅。好啦，咁咧呢一支咧就講完啦。下一支，好啦，咁呢支鏡頭咧就係 Nikon S 嘅1:1.4 50mm。咁呢一支鏡頭咧，其實佢好特別嘅，佢喺1964年嘅時候推出。咁深水清嘅師兄咧就會知道啦，喺1964年咧，其實 Nikon 咧已經出咗 F mount 㗎啦。咁 Nikon 當時咧就走翻去出呢一個 S mount 嘅50mm鏡頭啦。咁而呢一支鏡頭咧係成個 S mount 入邊咧唯一一支係用 mm 而唔係用 cm 去叫嘅一個鏡頭啦。咁1964年適逢係東京奧運啦，咁所以呢一支鏡頭喺64年推出嘅時候咧，到而家咧都仲有好多人會叫佢做 Olympic， 又或者係奧運版嘅。呢一支鏡頭嘅 serial number 咧由140001去到141646。大家如果數口精嘅話，睇到呢兩個數字咧就會知道其實佢係唔夠2000支嘅。咁我相信有某啲鏡頭啦係用咗另外一啲嘅 serial number， 就唔係呢一個曲入邊，因為官方咧係講佢係用咗2000支嘅。咁呢一支鏡頭啦，同嗰支舊版有咩唔同咧？就係鏡片係經過重新設計，甚至乎係鏡身都係嘅。咁鏡筒啦個 material 同頭先嗰支唔同啦，雖然大家都係金屬，但係嗰個質感咧係唔同嘅。咁而鏡片方面嘅設計咧，佢係採用咗同蔡司差唔多嘅 planar type 嘅設計啦，7片5組嘅。咁光圈啦一樣由1.4啦。可以去到16嘅，但係光圈葉咧就有改變啦，由之前嘅12片啦減到去得9片光圈葉嘅啫。咁佢個重量咧比起頭先嗰支咧係重少少，有175 gram， 但係都係非常之輕便嘅一個重量嚟㗎啦。咁我哋上翻呢一個接環俾大家睇下佢個樣係點樣啦。遮光罩方面咧，同舊版咧係用同一個設計嘅。咁呢兩支鏡頭，唔知大家覺得外表點樣咧？嗱，我自己咧係非常之中意，覺得佢哋非常之吸引，好靚仔，好型，好有金屬感嘅味道。咁舊版呢支咧，大家可以睇到佢嘅鏡身咧，其實因為用得比較多啊，所以咧都有少少露銅嘅感覺。咁而睇翻呢一支新版本嘅奧運版啦，大家可以望到其實咧佢係比較有光澤啦，同埋冇露銅嘅。咁相對上咧使用嘅時候咧，我都會比較鏡石少少嘅。而大家都見到有條索帶啦，索帶個原意咧就同我以前用 Tessa 45mmJ 一樣啦，係方便對焦嘅。因為啦，再講多次啦，呢一支鏡頭嘅鏡身咧係冇任何對焦嘅 mechanism 嘅，要對焦嘅話咧就只能夠用接環嘅啫。咁但係你下下轉動嘅接環咧，其實咧就唔係好就手嘅，所以咧我就加咗呢一個索帶啦，方便自己去做一個對焦啦。咁大家睇到啦，呢兩個接環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嘅，喺震根嘅用後感方面咧就會同大家詳細咁樣去講解㗎啦。
咁呢兩支鏡頭咧喺 character 方面咧，其實都非常之重口味嘅，又或者係一支比較重口味，一支冇咁重口味啦。大家都有相同同埋唔相同嘅地方嘅。我自己覺得啦，兩支鏡頭相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哋都偏藍調啊。咁用喺而家嘅年代去講咧，就係自帶日系嘅感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版嘅日系咧就係將啲相咧調到好藍、好青、好綠，類近咁樣嘅顏色啦，曝光向右嘅 feel， 即係有少少 overexpose 加啲藍調，就係我哋香港人認知嘅港式日系啦。咁但係咧，呢兩支鏡頭咧係50、60年代出嘅，當時應該都未有呢一種港式日系嘅 feel 嘅。咁我只能夠話呢兩支鏡頭咧影出嚟嘅感覺咧都係有少少偏藍色嘅，尤其是係 shadow 位變咗。使用上邊咧，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想影一張 white balance 非常之準確嘅相咧，可能要喺後製方面咧有少少嘅微調啦。另外啦，就係呢兩支鏡頭嘅焦外虛化咧都非常之吸引，好難忘嘅感覺啊！咁但係咧，佢哋嘅焦外成像咧係有少少唔同嘅，轉頭就再提下啦。咁而不同之處啦，就係呢一支5cm咧，其實佢嘅成像咧係比較柔潤少少嘅，感覺上咧有我哋成日稱之為油畫化或者係水墨畫咁樣嘅感覺啦，成個畫面咧好柔潤嘅，自帶油焦嘅感覺。咁另外啦，就係佢嘅散景咧，同我以前評測過嘅 APO Sona 200mm 咧係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嘅，不論係形狀、顏色表現，甚至乎嗰個髮色咧，其實真係有幾分相似嘅。咁好啦，去到呢一支50mm 啦。咁其實咧，佢比起舊版本咧，有更加高嘅 contrast 啦，更加銳利啦。咁而四角變形同埋暗角嘅處理咧，亦都比舊版做得好嘅。另外啦，仲要再講埋啦，用呢一個接環將 Nikon S mount 嘅鏡頭轉落去 Leica M mount 嘅咧，到底係邊位咧？佢就係由委內瑞拉做嘅一個，唔係話太肯定係咪咁樣讀啦，但係好多人都會咁讀嘅，就係叫 Medio 嘅接環啦。咁呢兩款分別咧係兩個唔同嘅Medio 接環嚟嘅，呢一個咧係專為50mm 而設嘅，佢有一個最近對焦嘅距離咧係0.7米，就配翻呢一個 Leica M mount 嘅連動啦，可以做到0.7嘅。咁但係呢一個接環咧就只限做俾50mm 用嘅啫。咁去到我另外手上嘅另一個接環咧，佢就有少少唔同啦，我就會叫佢做普通版嘅，因為佢接到大部分 Nikon S mount 嘅鏡頭啦，但係有部分係接唔到嘅。佢嘅最近對焦距離咧就只能夠做到0.9米，同 Nikon S 嘅系列嘅機身一樣啦，都係得0.9米嘅啫。其實呢兩支鏡頭咧，同頭先講過一樣噶啦，佢哋係冇呢一個鏡身嘅對焦系統嘅，對焦咧就只能夠靠當時 Nikon S mount 機身去做一個對焦嘅啫。咁你將支鏡頭套落去嘅時候咧，就令機身嘅有一個 dial。甚至乎你可以 unlock 咗嗰個接環位啦，用接環去對焦嘅。咁用到落嚟 Leica 嘅機身咧，其實同樣原理啦，佢都係唔能夠用鏡頭自己本身做對焦嘅，只能夠靠接環去做對焦。咁而呢一個接環咧，其實係比較昂貴嘅，價錢上咧係由2000幾去到3000幾不等啦，甚至乎佢哋係冇乜貨。你要買咧就要等，譬如我呢個接環咧就等咗差唔多1個月咧先至有貨嘅。咁而喺市面上你要揾二手咧都非常之渴市。另一點要注意嘅咧就係呢兩個接環啦，雖則佢係同 Contax RF 一樣採用同一個 mechanism 咁樣嘅處理啦，但係如果你去仔細對焦嘅時候咧，其實兩者嘅對焦嘅微調咧係有分別嘅。如果你買咗一個 Contax RF 去 Leica M mount 嘅連動接環嘅時候咧，有機會係需要調焦嘅。咁如果大家唔想咁麻煩，而你手上有好多 Nikon S mount 嘅鏡頭，又或者準備買 Nikon S mount 嘅鏡頭咧，你係可以選擇直接買一個 S mount 去 M mount 嘅 adapter 嘅。咁假如你真係有一個 Contax 嘅 RF mount 接環，你想用呢一啲鏡頭嘅話咧，可能咧就唔係咁適合啦。
因為你要調焦嘅話咧，唔係調焦鏡頭本身，因為鏡頭本身頭先講過啦，佢係冇一個對焦嘅 mechanism 嘅，就只能夠調你個機身啦，又或者調你嘅接環嘅啫。咁對於你使用其他鏡頭嚟講咧，其實係好唔方便嘅。佢只係調咗你用呢支鏡頭配呢一個機身嘅話咧，你用其他鏡頭咧就有機會唔準啦。咁 overall 我自己推唔推介呢兩支鏡頭咧？咁就要從佢哋嘅價錢上邊去講起啦。呢一支舊版嘅5cm咧，其實佢嘅價錢咧由2000蚊到4000蚊不等啦。二手嚟講咧都非常多嘅，有銀色啦，亦都有黑色啦。咁你有兩隻顏色可以俾大家選擇。咁另外呢一支50mm啦，其實佢係當年奧運出嘅版本啦，1964年推出。只有不足2000支嘅產量，咁如果你想用嚟收藏又或者係使用嘅話咧，都唔錯嘅，因為佢嘅二手價錢咧就只係由6000到9000蚊不等嘅啫。咁但係你話哇，兩支鏡頭原來差一個 double 甚至乎 triple 咁樣嘅價錢，咁值唔值啊？咁就睇下你中唔中意使用佢哋嘅 character 啦。咁前期呢支咧，由於佢嘅 character 咧非常之重啦，而且又自帶油焦嘅效果。假如你係作一啲日常拍攝啊，拍一啲 mood shot 啊，又或者人像咧，其實就非常之適合。你有2000零3000蚊、4000蚊唔夠嘅價錢咧，有一支咁重 character 嘅舊鏡玩咧，唔好忘記喎，佢係50年代嘅鏡頭喎。使用佢嘅時候咧，嗰一個使用感咧，其實係好豐富嘅。咁而新呢一支奧運版咧，雖則佢係叫做 kind of 限量啦，只有唔夠2000支啦，但係考慮到佢嘅成像比起舊版係進步咗好多，但又保留咗舊版嘅部分特色喺度咧，其實佢介乎一個進步而又傳承到嘅係啦，傳承就係我想講個字，佢進步咗嗰個畫質，而又傳承到佢嘅特色咧，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吸引嘅，所以當我買嘅時候咧，我係買咗後邊呢一支後期更新版本嘅 Olympic 版嘅。咁可能會有人覺得哇，呢個接環好貴啊，又要等又要揾又難揾咁樣，值唔值得入呢一個系統嘅鏡頭咧？我就覺得睇下你想唔想玩埋佢 Nikon S mount 嘅菲林相機啦。Nikon S mount 嘅菲林相機咧，其實選擇咧就唔係話好多嘅啫。大部分而家市面上會買嘅人咧，都會買 S2、S3、S4 或者 SP 啦。咁呢幾部機咧，分別有唔同嘅功能啦。咁而最強功能嘅咧就係 SP 啦。呢幾部機咧，相對上咧嗰個價錢其實就唔係話貴，但都唔平嘅。比較麻煩嘅就係大家揾佢嘅鏡頭啦。而家呢一堆 S mount 嘅鏡頭咧，如果你想揾比較多人用嘅鏡頭咧，其實就唔難嘅。譬如一啲28啊、35啊、50咧，呢啲咧就唔難揾嘅。甚至乎105咧都經常喺二手市場會見到嘅。但係如果你想刁鑽啲，35 1.8啊、51.1啊，咁可能嗰個使費就會好大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啦，當年 Nikon S mount 嘅疊影對焦咧，同 Leica M mount 嘅黃斑對焦咧，係有少少使用上嘅使用感唔同嘅。我自己就會覺得 Nikon S mount 嘅機身咧比較難中 focus 啲嘅，但係咧都唔排除有好多師兄咧係可以好好咁樣發揮到佢哋嘅功能同埋佢哋嘅legacy 嘅。咁呢兩支鏡頭咧，我都非常之推薦大家去使用，同埋都推薦大家如果有對 Nikon 嘅愛嘅話咧，絕對可以試下佢哋。咁尤其是係而家出咗 LMEA9啊，同埋 TCM02呢一啲咁樣嘅接環咧，你就可以將呢支鏡頭咧順便放埋落去數碼機身度，有自動對焦咁樣去玩就好正啦。咁我自己咧都有諗緊啊，不如入翻部 Z8，然之後咧用最新嘅 Nikon 機身配呢一個非常之有傳奇性嘅 Nikon S mount 鏡頭落去玩咧，都冇話唔得嘅。咁如果去到呢個位嘅話咧，可能會有觀眾會覺得，咁你咪等於變成咗一個 Nikon 嘅粉絲，又或者變咗佢嘅 fanboy，咁啊未必嘅。我哋都係 never say never， 睇下之後會點樣發展啦。咁今次條影片咧就暫時嚟到呢度，大家有咩意見、心得、想法，又或者你哋好中意用 Nikon S mount 嘅相機鏡頭，又或者大家都會將佢轉接去 Leica M mount 度嘅話咧，歡迎喺下邊留言。咁我哋咧就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